你是不是很爱收拾整理？客厅要干净，抽屉要分区，东西要摆整齐。整理完后的几天又被打回原形了，东西又开始变得随手乱放，需要处理的事情一拖再拖，玄关处又多了几件本不应该出现的东西。所以，与其一直整理，不如减少需要整理的次数，让自己少折腾一点吧。今天呢，来分享这6点低维护生活的小习惯。你们是不是回家后就习惯把东西往旁边最近的柜子上一放，今天放这里，明天放那里，结果要找却找不到了？我以前就是这样，回家图个顺手，也懒得将东西从客厅拿到楼上放好。总之啊，哪里方便扔哪里。现在我回到家，第一件事就是把钥匙、外出包和健身时用到的弹力带挂在门口，出门时随手一拿起就走人。回家后将它们挂回原位，我是绝对不会让它们进入到客厅的区域。我真的很讨厌已经穿好鞋子了还要返回客厅里找东西，因此让物品有个固定的地方能节省你的脑子，也让你少了一点慌张感。再比如我就是个出门没耳机就会不行的人，耳机这个小东西啊真的很容易弄丢，可能今天出现在你大衣的口袋里没拿出来，明天啊就是放在哪个包包里给忘了，等第二天换了一只包背出门后却发现耳机不在。我的习惯呢是把耳机放回固定的盒子里，时间一久啊，你的身体就形成了肌肉记忆，自然就会变成了一个顺手的动作。当生活本来就已经够忙，你就不需要再为了一个小东西多浪费你5分钟的时间。生活里一定有一些东西是每天都应该用到，但我们就是会忘记，比如护手霜、润唇膏、防晒霜这些东西，如果不在身边放着，我们也不会专门起身去拿来用。只要我看不到的东西啊，它就一定不会被我使用起来。这里的问题啊，不在于我们不想用，而是它的摆放位置。就好比原先我每天要吃的保健品是放在客厅的一个架子上，可我时不时都会忘记要吃。自从我把它们全部放在喝水的旁边，那里放着我的水瓶、水杯，还有平时喝的咖啡粉和茶包，那我每天一定会去喝水，走过去就看到就吃，完全不需要提醒。以前是我睡觉时想涂身体乳，但又不想把手弄得黏糊糊的，很多次都是算了，今晚就不涂身体乳了。可当我换了一个位置后，它就再也不会让我多那几秒钟的犹豫，而且也让我的物品不再被闲置。所以你生活中的其他物品也是同样的道理，比如你想叮嘱自己多涂防晒，防晒霜如果放在抽屉里，你都不会特地拿出来，还不如将它直接放在洗手台上。在这里要说明一下，我现在的生活状态呢和很多人不一样，目前居住的地方是会变动，行李要能随时打包好，说走就走的那种。因此我有个习惯，就是尽量不会让东西撒在那边。我所有的化妆品和电子产品全部都是收在包里，这不是在说你的东西一定要少到只能装进一个包里，而是对于我的生活来说，这样是最方便的。我需要它的时候呢打开，不需要的时候拉链一拉就好，这样空间可以在短时间内恢复整洁。每次我拍完视频后就把麦克风、遥控器、补光灯通通塞回包里，下次再用就打开来拿。就算你不像我这样随时要搬走，把同类的东西统一放在一个地方，因为当东西分散在不同地方，你很难去数清楚到底会有多少。可当它们都集中在一起后，也让你比较不容易重复购买。如果你化妆品不多，可以用一个盒子装起来，用的时候拉出来，用完之后推进去。还有充电线的这件事儿，如果你家里客厅一条，卧室一条，书房一条，你手机没电就在哪充，当下很方便，对吧？可问题是用完之后，你大概率不会把那条线整理好收起来，结果过几天你会发现每一个地方都有一条线放在那儿，有的打结，有的被压在下面，有的甚至找不到它的头在哪儿。重点不是说只能有一条充电线，而是每一条线都要有一个固定的位置。家里很多乱糟糟的画面都是被我们一点一点给制造出来的，比如衣服只穿了半天还没到要洗的程度，你将它挂回去只要10秒不到，可我们呢会很顺手丢在椅子上，这随手一放，椅子上的衣服慢慢的就被堆成山那么高。还有垃圾袋也是，明明已经80%满了，现在换掉会更好。我们总想着能再多装一点垃圾，但是直到它快溢出来的时候才换，结果一拎起来看到袋子底部都被塞到破洞了。
还有灶台边缘留下来的油渍和菜渣更是如此。肉眼看着没有很脏，可一拖再拖，时间一久，那些油渍会变得顽固，等到那时你反而更要用力刷半天才弄掉。快递拆完纸箱如果不马上压扁丢掉，很快就会堆起3、4个很爱空间的。冰箱里快过期的食物如果不立刻吃掉或者处理，最后一定是发霉丢掉。所以请你给自己定一个标准，只要是30秒以内能做完的事情就立马去做，绝对不会留给未来的自己去增加工作量。以前我很认真的叠衣服，总觉得要把它们叠得整整齐齐才算收好。可后来我发现，每次烘干衣服后，我都会有那么几次很不想去叠衣服，因为你要把衣服摊平，对齐袖子，再叠2、3下，最后塞进抽屉里。而对于美国公寓里的抽屉空间几乎为零，衣橱里更是没有收纳空间可言，所以悬挂衣服才是更加方便。就算有个衣柜，只要每次一翻找，前面叠好的衣服一定会被弄乱，但凡这抽屉被翻找过很多次，你也懒得再去重新叠好。现在悬挂衣服真的不要太方便，我将能挂的都挂起来，穿过半天不用洗的也直接挂回去。对于一些不方便悬挂的衣服，特别是瑜伽裤或者是容易变形的面料，我都是对折然后搭到衣架上。我能很明显的感觉到，将衣服挂起来之后，每次收拾衣服的时间也真的变短了很多。你发现了吗？每次站在衣柜前挑选衣服的这件事真的让人想到头疼。你会拿一件出来看看，又放回去，再换一件试一下，来来回回10分钟就过去了，最后选的还是最常穿的那一套。那为什么不试着减少让自己生活里要做决定的事情呢？真正消耗人的都是这些反反复复的选择。我现在让很多事情都有一个固定的流程，比如基本固定用1瓶身体乳、1支唇釉，化妆步骤也差不多，简直就是无脑的选择。冬天里呢，我几乎只穿一件黑色的厚外套，这里也得特别说明一下，是因为行李箱本来就放不下2、3件厚外套。只要保暖内搭做好，外套固定个1到2件就好。所以在选衣服上呢，我不会特别的纠结，包括健身也是一样。我健身也有几年了，现在呢是1周5练，每次要锻炼哪个部位要做几组都已经写好在我的备忘录里了。进了健身房后就照做，完全没有以前还是健身小白的时候，边运动边在网上找今天要做哪几组动作。像我这样运动量大的人，并且也比较喜欢户外活动，我的运动内衣和瑜伽裤也就那几套，不会因为自己在健身而去买过多的运动服饰，照常就是洗完后轮流一直穿，是完全够用了。如果生活里每一件小事都需要你反复考虑、反复对比、反复犹豫，你会发现时间都是被这些选择给浪费掉。把它们固定成一套流程之后，你连犹豫的时间都减少了。好了，这个就是以上今天所有内容。如果你喜欢的话，不要忘记关注和点赞，是对我频道最大的支持，也让更多人看到我的视频，最后也是对小陈本人最大的鼓励。那我们下周视频再见吧，拜拜。